我们今天下午画紫藤，首先我们还是把我们今天画紫藤要用的颜色，先给大家列出来。花的颜色，紫藤花。紫藤花我用的什么颜色？我用的是这个底色，也可以用一点太白啊，有的时候在浅色的地方也用一些太白，要用藤黄。要用这个玫瑰红。还要用这个太青蓝。还要用这个胭脂，这个是花要用的颜色。嫩叶我们还是花青加藤黄，珠标，胭脂。好，这是嫩叶，老叶子呢？老叶我们用这个太青蓝，藤黄，还有墨，加墨。好了，就这些颜色，就这个紫藤花，还有这个老干。老枝干直接用墨，也可以加一点赭石，这个赭石可以加，可以不加。嫩叶、嫩枝干、嫩芽全部是这个颜色啊，嫩叶、嫩枝干、嫩芽都是一样的颜色。然后这个花的话，这个玫瑰红、太青蓝、胭脂，这个主要是用来画花的。这个太白和藤黄只是起到在这个花中，这个是我们要画紫藤用的颜色。那我们来调一个颜色，先把颜色准备好。我们先把这个画这个花朵的颜色先挤出来，要用这个太白。藤黄，还有这个玫瑰红、太青蓝、胭脂，用我们的画这个牡丹花的那个小花头笔画紫藤也可以，小花头笔或者是这个大花头笔都可以画。用那只小花头，或者是你们用那种羊毫的、尖毫的，有羊毫的、尖毫的，差不多大小的都可以画，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在乎用什么，用怎样的笔都差不多，出锋4、5厘米、5、6厘米都可以，5厘米左右的。好，这个是画花的颜色。来拿一下我们的那支小花头笔。我们那一套笔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小花头笔？这一支小花头笔，它这个就可以用来画这个紫藤，你大概这么大的笔，这个羊毫或者尖毫都可以。我们先来画一串花，先来给大家画一串花。我还是大概的给大家指一下位置。
大概的一个画这个花的一个位置吧，大概构思一下，还是这个4尺撕开的这个纸，4尺撕开。我们先画花吧，待会儿再加叶子。这里画一串儿，这里画一串儿，到这里画一串。我们画3串，让它有一个多的少的这种对比。然后叶子嘛，叶子就是在这周边这些地方画叶子，周边这些地方都可以画叶子，这里也可以画一点叶子。好，大概就这样子哈，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构图。我们画3串这个紫藤花，看一下颜色，颜色在这里啊。这个是太白，这个是藤黄，这个是玫瑰红，这个是太青蓝，这个是胭脂。我们笔上刚开始画的时候，画紫藤，画这个藤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画这个藤的里面的那个花柄，也可以直接先画这个，也可以直接先画这个花瓣。我们就先画花瓣吧，这一串我们先画花瓣，下一串我们可以先画这个花柄，好不好？我这个画紫藤的调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从刚开始最下面画起，最下面是最深的，最下面最深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这个太青蓝，我现在调上了太青蓝，调上了太青蓝也没关系，我们再多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多调一点玫瑰红。水分不要太大了，因为画下面的那个小的这个花苞它很小，如果水分太大了，你腌的太厉害了。但如果水分太大，还是从这个废纸上把这个水分沾掉一点点啊，沾掉一点点，把颜色可以调深一点点，颜色调深一点，这个玫瑰红多调一点点，多调一点，然后调这个胭脂，调这个胭脂。你画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可以试一下这个水分不大，像这样子，这个水分不大，你就可以用了。好，我们开始先画一串花，先画一串花。好，在这里画一串。这一张我们多画一点花，让这个花显得很丰富。好，我们先在这儿画一组花，看一下啊。看一下位置啊，这里画一串，这个地方画一串。好，这个调色盘放在这里，这里画一串。我们先从最下面这个还没开的这个花苞来开始画。那这个花苞的话，直接这么去点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去点，一点就是一个小花苞。哎，这样子去点出各种形状、大小不统一的这种花瓣来。那这边两边都点，但是两边要点出这种区别来，要点出区别，不要点的一样，而且要有这个聚散啊。这一串很多，那我们在这里再细一点，往上点。好，这边再继续往上，越往上，这个点就会越大，它这个花苞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越点的上面这个越大一点点，看到没有？它的颜色就会，这个笔肚上是有一点点太青蓝，有一点这个玫瑰红，笔尖是这个胭脂。我们点的时候，它这个花瓣也会是一个渐变的这种颜色。那有一些地方可以点到这个中间来，不要全部说都是分开两边去点。好，我们再加一点颜色，加一点深色。好，在两边。在这边点了这么多，然后我们在这边来一些。好，这边点，我们点的时候可以一下子可以点1笔或者2笔在一起，或者是3笔在一起都可以，让它有这种聚散的这种关系。好，我们慢慢往上，往上的话，越往上这个花瓣它会越大。好，我们再调点颜色，再加点颜色。我们笔上要补充水分的，我们直接用笔尖
可以用笔尖直接在这个水里面蘸一下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蘸一下就可以，直接蘸一下，然后我们再调色，我们再调颜色，可以先调一些太青蓝，先调一些这个太青蓝，把这个太青蓝薄薄的在薄薄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让它隐隐约约有一点点这个太青蓝的颜色。我们现在是没有蘸太白的，等我们到最上面的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太白。好，笔尖稍微蘸一点点胭脂啊，这个下面的花瓣我们还是可以蘸一点点胭脂。那我们去点它。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像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像我们画牡丹花一样的这种感觉去画它。因为这个紫藤它盛开之后，并不是说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它每一个花瓣，它不像牡丹花，它的花瓣稍微的还能够清楚一点。这个紫藤花盛开之后，只要你把这个颜色的深浅这种变化，还有你的笔触这种组合好了，它就好看。一定也是一样，要注意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还有这个花瓣的话也是一样的，要有大有小。我们可以盛开了之后，我们可以往上画，这个笔肚可以朝上了，因为这个紫藤开了之后，它就往上了。一般它开了之后，它就会往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紫藤花。好，这个花瓣也可以来一些大的，让它越来越大，有大的有小的这种感觉。好，这些又有一些小的。啊，颜色上会有一些渐变，有一些变化，颜色慢慢会有一些变化。看现在这个颜色还是这么深，那我们到上面，我们的颜色会更加浅一点点，现在我们这个笔干了，这个笔上是干的啊，干了我们刚刚的方法一样的，这样子直接蘸一点水，直接把笔上打湿一下，蘸一点水就可以了，就可以调色了。我们还是一样，先调这个太青蓝，把这个太青蓝还是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然后调一点这个玫瑰红，我们的上面胭脂的话，可以稍微也可以沾一点点，不沾也行。好，这个花有大，让它里面有大的有小的这种搭配，不要全部都是大的啊，有大的有小的这种搭配。好，往上一笔、两笔、三笔这样子，跟画这个画紫藤的话，我们用的这个笔法就更加洒脱一些，会更加洒脱一些。好，现在你看这个笔画一下，这个笔就干了，我们在画上面的时候沾一点水。我们再画上面一些的，更上面一些的，它的颜色会更亮、更白。我们可以调一点太白进来啊，把这个太白，这里是有太白的，看没有？这个地方是有太白的，我们可以调一点太白进来。这个笔也不需要洗得多干净，也不需要怎么洗，里面是有水，我刚刚直接蘸了一下水，调一点太白，然后再调一些太青蓝，把这个太青蓝调匀了，也是要调匀一点点。调一点太青蓝，就感觉是，太青蓝加上这个玫瑰红，它就有一点这种淡紫色，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去，调一点玫瑰红。好，这样子我们可以开始画，这有一些也是花瓣也是小，让这个花瓣不能说全部都是超大的。哎，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透？加一点太白之后，它的颜色更亮更透，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好，调一点点太白，然后调一点点这个一样的，还是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然后再调一点玫红，调一点玫瑰红。
好，越到上面，我们的这个花瓣越虚，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有大有小有变化。你看加一点太白之后，它会颜色显得很透亮，特别透亮，有大的有小的，有各种姿态的，有长一点的，有短一点的，直接这么去点它。画紫藤就比这个画牡丹更加洒脱一些，有没有？就是用笔的话会更加洒脱一些。好，这朵花我看一下，大概画的这样子，大概画这么多就差不多了。这一串，你看两边的这种缺口要有变化，我们不能说把这朵花画的就是一个圆的一个三角形，就是要有这些。你看这一片我们让它伸出来，这边伸出来，这边伸出来，这里留一个缺口。我们缺口这所有的缺口要有不同，不要太类似了，这样这边两边都要有变化。好，这一串紫藤我们就画这么多，不要太多了。我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点。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浅色的地方，我们再加一点，来一点点深的，好不好？让它浅的里面有一点深的，跟这个下面呼应一下。偶尔来一点这种深的，让它跟下面的这种浅的花瓣有一些呼应。偶尔来几个，偶尔画一些，就是找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找一些地方来画一些。找一些地方画一些这种深的，这样子这个整个花的这种好，这个里面掺插一些深的，里面掺插一点浅的。好了，我们再把这一串，来一个这个花柄，把它串起来。串起来这个花柄它用的颜色就是我们画牡丹花用的嫩叶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好，我们把这个画嫩叶子的颜色举出来，三绿藤黄，朱标胭脂。好，我们还是跟那个画嫩叶子一样的去调，笔先打湿，然后把这个三绿和藤黄调和，调多少用多少，你可以把它全部调了，用的时候用也可以，你也可以随意的先调一点。调了之后，我们再调一点这个朱标，然后笔尖蘸胭脂，我们可以试一下啊。试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颜色，如果试的没问题，哎，这个是我想要的颜色，O 了，那么可以用了。我们把这一串花画一个这个叶柄，把它串起来，好不好？从这里来吧，从这里，笔尖还是要有深色的，我们这样子，中间都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啊，从这里来。出来，好，两边这个小的这个花柄，我们不要画的太平行了，可以有交叉，可以有两边要有多有少，要有这种变化。好，我们在笔尖就还是用这个颜色，
还是用这个嫩枝干嫩芽的这种颜色，我们多蘸一点这个胭脂，多蘸一点胭脂，画上这个花的这个花托，这个花托就两边画8字形就可以了。那两边这样子画8字形，看得清吗？因为有点小，就是这么画的，就是这么画。假如说这个是这个花柄这样子的，看到没有？这样子的，明白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画这个花上的这个小花托，画这个花上的这个小花托。那这些地方也要，有一些地方都要加上一些，加上它也是让它这个浅色里面也会有一些颜色上的变化。其实有一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花托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表达一下。那而且我们不要每个地方都画，不要太平均了，太散了。可能这里画几个，这里让它松一点，不要说我每个地方都画的让它到处都有这种点出来，就显得它会有一点这种什么感觉，有一点太散了的这种感觉。下面可以多画一点，上面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好，这个花托我们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花托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哎，这上面还可以，这里还可以画一些啊，就是意思已经掉了的，已经没有了，就这样子也可以。你到最后可以加上，也可以。然后这个花托也还在这上面还没掉啊，花托也在上面没掉。好，我们这个花画好之后，这样子画好之后，这是一串花，开得非常盛开的一串花。我们现在要另外的再做一点，哎，这个颜色再来一盆水。好，我们再来一点太白，调一点太白，在这上面撞一下，让这个颜色会更加透亮。这个盘子里刚刚我们挤了这个太白，这个笔上洗了一下，笔上是有水分的，笔上是要留一点水分的，有点水分我们直接这样子调这个太白。然后在这个花的这个根部，这个大花瓣的这个根部这样子蘸一下啊，有一些根部这样子转一下啊，因为那个紫藤花它开的盛开的时候，它下面会有一点白，有一点带黄。好，在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藤黄里也加一点点这个太白，不要太黄了，让它加一点白，它会更亮一点点。这个太白里面，太白和藤黄调和，它会更加亮一点。不用直接用藤黄，直接用藤黄它会有点暗。然后在这下面点一下。我们点的时候也不要把整个都点满了，还是一样的，像点这个花托一样的，要有这个疏密。好，可能就这样子点2下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把这所有都点了，到时候看着这个密密麻麻的就不好看。这样子它湿的会有一点这样子啊，你等它干了之后，它会看着会亮一些。好了，这是一串，好，我们现在再画第2串，这里是一串。我们今天先把所有的这个花都画好。那第2串我们说了，画到这个位置，画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这一串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花柄画出来。花柄就是我们的这个调嫩叶子的颜色来画，藤黄加3绿。调和，调一点点这个珠标，笔尖调一点胭脂。好，我们先把这个花柄画出来。哎，这一串从哪里长出来呢？从这里长出来吧，在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好，中间我们可以留一节，是为了让它让这个花，不要说这个花前部。
全部把这个花柄露出来，有一些地方这个花柄是看不到的。好，这样子，我们可以画一下这个柄，不要画的太平均了，不要画的太平行了。有一些地方看得到，不是说每个地方都看得清楚啊，偶尔画一点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是先画出这个花的这个花柄，然后我们再来画花，再来从这个花柄上去长花。那么这一串的话，我们想把它颜色画的稍微有一点区别，不要让我们每一串花的颜色都一模一样的，颜色上我们要有微差感，要有微差感。好，这一串我们可以这个太极蓝多一点点，用这个太极蓝多一点，我们把笔稍微洗一下，然后我们还是太极蓝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调一点这个太白进去，调一点太白进去。当然在上面的时候才调这个太白哈，到下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调，因为下面这个花瓣它是比较深的颜色。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太清蓝稍微多调一点点，如果水分太多了，你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沾掉一点点，因为我们刚开始是画这个最下面的这个花苞还没有开，如果水分太大了，可能会扔到到处都是，这个花苞就变得是这个花瓣了。好，再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然后笔尖调一点胭脂。好，我们来点这个花苞，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你可以点的有一点大，有一点小的，让它有变化。好，笔尖再补充一点胭脂，再继续来。你看这一串它就是有微差了，是吧？这一串它会有一点蓝，颜色会有一点区别了。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来，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画满，把这个叶柄给盖住。是吧？这一串的颜色是不是有一点区别？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要有变化，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好，我们继续再加一点颜色，笔上如果没有水分的，我们用这个笔尖直接在这个水里面蘸一下就可以了，拿起来调色。好，我们补充一点水分之后，我们还是先调这个太清蓝，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好，再调一点玫瑰红，然后笔尖稍微调一点点胭脂，不要调太多，越到上面这个花瓣它是颜色是越浅了，我们点这个花瓣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中间一笔大，两边一笔小，这样子去点它，让它这个花瓣里面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可以随时补充这个颜色。好，越到上面这个颜色会越浅啊，越浅的时候，我们再蘸一点水，笔上干了蘸点水。越浅的话，我们上面可以调一点点这个太白进来，笔肚上。好，我们蘸了一点点太白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的调这个太清蓝，先调这个太清蓝啊。我们要让这个颜色显得这个透亮，知道吗？所以这么调就是为了让这个紫藤看着透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紫藤的那个照片啊，去搜一下它的那个紫藤，其实它的颜色会有渐变，然后透亮，非常美，非常的美。好，然后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稍微加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了啊，胭脂不要太多了。那这个可以让它盛开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往上往下画也是可以的啊，不一定说全部是往下画，它盛开的时候它这个花瓣就是朝上了，
它就会往上涨了。往上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中间可以一笔，然后两边会有一些小的，不要说我们的花瓣全部画成大的，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哎，这些缝隙里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再加一些。好，这些再大一些。这颜色越来越浅的，越来越浅，里面还要掺插一些小的，然后花瓣也会有一些长一点的，不能说我们的所有的花瓣都是圆的，一定要有变化，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变化。好，我们这个笔上颜色已经没有了，我们画这个紫藤完全可以把这个笔上的颜色全部画完之后，我们才去沾颜色。笔上干了之后，我们的笔直接在这个水里面，这样子蘸一下水，要补充一点水分，看到没有？直接这么蘸一下，蘸一下就有水啦。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画最上面的这个大的这个盛开的这个花瓣，我们还是调一点点太白进去，不用太多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这个太白进去，调一点点进去，然后我们调这朵花，我们让它太青蓝多一点，让它的颜色跟这旁边的这一串有一个微差，让它有微差、微变。两串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让它两串花的颜色一模一样，要么在深浅上有变化，在这个或者是在这个色调上有变化。好，这样子往上有一些大的，有一些小的，有大有小。直接这么大的往上。好，这个笔上又干了，然后我们又蘸一点水，蘸一点水，调一点点太白，然后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调一点玫瑰红。我们到上面的时候不需要有胭脂了，可以不用胭脂了啊。好，这里来这么大一半，大的旁边会有一些小的，后面也有。加点水，再调一点太白，颜色再浅一点，让它颜色再浅一点。好，再看一下这个花型，花型上如果不好看，我们在两边再去加啊，觉得这个花的形状不好看，我们两边再去加，再去补充它。好，这边太平了，再加一笔，我们再蘸一点水。这个笔比较小哈，笔里面蘸的水分比较少，它一下子画两笔就没有了。蘸一点太白，蘸一点太青蓝，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好，在这里伸出来一些花瓣。这上面来一个。这个花瓣是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好，这一串我们可以就这样子啦。这一串我们就画这么多，下面我们也可以来一点点浅的，让它跟上面有一点呼应，让它有这种呼应感，来一点浅的，就像这些缝隙里面，我们可以补一点浅的。好，这个就是两串了，这两串会有一点这个微差，两串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好，我们还是一样的，把这个叶柄给画一下，这个花柄哦，花柄还是用这个嫩叶子的颜色，藤黄加三绿，加一点点这个珠标，加一点点胭脂，好，画八字哦，画八字，怎么画？这样子，看到没有？这个花柄这样子来，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子，看到没有？花柄，我们来画上这个花柄。
好，这些地方有些地方都加上一些。好，这个上面也会有一些，也加一些，不要加太多了，不要全部加，我们还是要有讲这个疏密关系，可能就加这么多就可以了。加这么多就可以了，中间有一些地方我们不用加的那么多，太明显，因为这个花柄它长到后面，它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花柄有一些它是被藏在这个花的下面，所以有一些是看不到的。好，我们再把这个画花的这支笔稍微的在这个水里面摆一下，洗一下，然后再蘸一点这个太白，有一些地方我们不用点太多地方哈，不用说，因为这个花盛开了之后，这个花的根部会有一点点黄，有一点黄的这种，它不是那个花蕊，它其实不是花蕊，你仔细去观察一下，它不是花蕊。点一下，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太白调一点点藤黄，然后再点一下。点的时候，这个藤黄也是一样的，要有疏密，不要整个地方全部点的很散啊，很散，找一些地方点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点的太多，让整朵花上面都有。我们就找这些地方点一下就可以了，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点太多，不要把整朵花，每一个花瓣都点，每一个花瓣点，你到时候整个花瓣它显得都是黄黄的、花花的，就不好看了。好，这个是2串，这个画了2串紫藤呢，我们再来一串，我们刚刚构思的这个下面还有一串啊，构思的是这个是现在第1串我们画了，第2串画了，我们现在在画第3串。那么第3串画什么颜色呢？第3串我们的颜色，我们画第3串的颜色，我们又要有一点微差，我们尽量把每一串的这个紫藤花画的颜色都会有一点点微差，都会有一点点区别。这一串我们从这里长下来，长到下面来，看一下从哪里长到哪里，从这里长一点都没关系，可以把这一串画的就是长一点点，从这里这一串从这里长过来。好，我们在这里再画一串，先把笔还是洗一下下，我们这一串我们让这个玫瑰红多一点，我们让玫瑰红多一点。这一串我们就让玫瑰红多一点。好，我们先调一些玫瑰红。笔尖调一点胭脂，来画这一串。我们从下面的这个小花开始画，可以掉下来一点，我们直接掉到这里来，掉长一点点，好吧？让这一串掉长一点，点一下，这边点一下，这样子来画这个小花苞，没有盛开的小花苞。这里点一个大一点的，又点一个小一点的。让它有大小，有大有小，有变化。好，我们再调颜色，补充颜色。这一个我们让这个玫瑰红多一点，让它的颜色上，这里一样的，有一些长到这个中间来。好，这里又长出一个长一点的掉出来，让它有变化。这样子去点它。好，再补充一点颜色，我们现在目前用的就只有玫瑰红，这一朵就用的是玫瑰红和胭脂2个颜色。现在我们这一朵就是用的这2种颜色啊，现在还是用的这2种颜色，我们尽量就用这2种颜色这一串花，让它有区别，好不好？让它有区别，让它颜色上跟上面的2串有区别。好，我们去点它，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那我们这边又可以点到这里来，颜色上慢慢的会浅一点点了，颜色会浅一点了。
好，这个笔上有点干，我们蘸一点水。画这个紫藤的时候，我们蘸水的话不用那么麻烦，我们直接用这个笔尖这么蘸一下就可以了，明白吗？直接用这个笔尖蘸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调色。这一朵的话，玫瑰红比较多，我们就现在目前来说都是光调的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这2种颜色。好，继续来画，去点它，点出有大有小的。好，点出有大有小的。那中间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笔给点干，画这个紫藤，直接把这个笔点干为止。好，这里这么多小的，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浅一点的。好，这个笔上现在干了。现在干了之后，我们再去沾一点水分，还是一样，直接用笔。好，我们还是沾一点水啊。现在笔上干了，还是加一点水，沾一点水。那我们画到上面这个比较浅一点的，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太白。好，我们现在画上面浅色的，再调一点太白。好，来继续，上面的这个花瓣的颜色越来越浅了，越来越浅，一样的往上，慢慢它长着就往上了，往上了。笔尖还是要有一点深色，让这个花瓣一样的要有这个颜色的变化，不能说浅的就浅浅的，都是一片浅浅的也不好看。这个笔一看就是这个没有水分的，你看画出这种纹路来就是没有水分了。没有水分，我们笔还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家人们，我们这个水就直接这么蘸一下就可以了，直接往这里蘸一下就可以了。好，还是来一点点太白，然后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蘸玫瑰红。笔上还是颜色要由深到浅啊，一样的还是要由深到浅的这个变化。有一些会深一点点，有一些地方会深一点点，有一些地方会有一点点这种大一点的花瓣，小一点的花瓣，让它相配衬。好，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让它长出来，跳出来。好，我们这个花瓣让它要有变化，有大有小，有变化。特别浅啊，越来越浅。来，这里来一个大的。好，这个太白没有了，我再挤一点太白出来。还是一样，调一点太白。在最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加一点点这个太青蓝，还是让它有这个整个花上颜色也会有一点点变化。最上面的这个花瓣，我们加一点点太青蓝进来。你们调色的时候也是一样，注意要有变化啊，这个颜色要有这个微差的这种变化，它这个花瓣才会显得更加灵动，才会更加好看。好，这个笔尖稍微有一点点深的吧。它这个让这个颜色又有一点变化了。稍微的点一下，
上面会有一些花瓣。把这上面的加紫一点点，让它有一点点这个紫，然后后面偶尔也会出现一点点这种紫的，这种紫一点的，就是加了太清蓝的，让这个颜色上会有一些呼应。那这里偶尔哪里加一点，点一下，让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呼应。这里也会加一点点，这样子让整个花的这个颜色会有一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好了，这一串花我们就画这么多也可以了。看一下这里，要不让它再出来一点点。看一下这里会不会这两个空，我们画完这朵花，我们去检查一下。你看这两边这两个空，它是相差，是相同大小的。这两个空相同大小，然后这三个有点类似，那我们就要把它灭掉一下，好，我们让它这样子，让它有变化，不要让它两个、三个排齐一样的就不好看。好，这一串花我们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一样的，现在去加上它的一个花柄，加上这个花柄，还是一样用这个这个笔上还有这个好多这个胭脂，沾一点水，太干的话用笔尖沾一点水，然后调这个藤黄和三绿，把三绿和藤黄调和，然后调一点珠标，笔尖蘸胭脂。看一下这一串往哪里长下来呢？好，这一串往这里长出来，从这里穿过来。好，有一些掉了的，还是一样，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要给它画上这个小花托，用8字形画小花托啊。小花托也是有一些地方加上啊，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加上，因为有一些花托我们是看不见的。不要全部加上这个花托，只是有一些地方看得到而已，就这样子差不多了。有一些地方我们为了让它有一点这种深色的出现，让它有一点变化，这样子加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这个紫藤这样子盛开是不是特别美，好不好看？好了，我们还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紫藤花的这个盛开了之后，它的这个花的这个根部都会有一点点白的，还有一点黄的。那么我们把笔洗一下，然后笔上有水分的情况下，沾一点点太白，在这里点一下，在有一些花瓣的这个根部这样子点一下，不要每一个花瓣都点哈，只要一些花瓣就可以了。点一下之后，我们再来一点太白，调一点点这个藤黄，再来在这个太白上再点一下。我们点的时候一样的要有这个疏密，不要让整朵花都点，整朵花点它就显得特别凌乱了，特别就是感觉整朵花它就是花花的，很多这个黄色的点点就不好看了。我们偶尔这样子点几个就可以了，就这样子意思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现在这个3朵花都画完了，看一下这3朵，先来欣赏一下这3朵花，这3串花它的颜色上都会有一点点微差，所以我画的这个紫藤花它是显得比较仙气一点点。